第281章，我试试。在即将到达纳兰家族的一条街道之前，萧炎与海波东分了开来，这才缓缓地对着不远处的那所庞大府院行去。走进那所极有磅礴气势的府落，萧炎错愕地瞧见，在那门口处竟然是簇拥着不少人，而且这些人全都是身着炼药师的袍服，胸口上那几缕璀璨的银色波纹，骄傲地显示着他们的身份与等级。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凡是从此处经过的路人，都是会将羡慕与敬畏的目光投向那群互相间窃窃私语的炼药师们。在他们心中，炼药师是一种高贵的宛如贵族般的职业，而对于这些能量颇大的炼药师们，纳兰家族明显也不敢轻易怠慢。门口处一些下人正毕恭毕敬地与等待在外的炼药师诉说着什么，待得发现对方的确是有着实力进入其中后方才放行，而一些实力实在有些问题的炼药师则只能被他们笑脸拒绝了下来。虽然这种举动让的那些被阻拦下来的炼药师有些不满，不过想着纳兰家族的势力以及纳兰嫣然与云岚宗的关系，他们也只得略微带着许谢不愉拂袖离开。目光在门口处盯了一会，萧炎发现那些能够被放行进入其中的炼药师似乎都是3品炼药师，而那些被拒的炼药师则是2品，甚至还有一些前来凑热闹的1品炼药师。低下头瞟了一眼胸口上的2品炼药师徽章，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抬脚对着纳兰家族那防御颇为森严的大门处行去。挤开人群，萧炎踏前一步，一位看似是管家身份的老人赶忙迎了上来。不过当他看着萧炎那年轻的容貌以及胸口上的2品炼药师徽章后，浑浊的老眼中闪过许些难以察觉的失望。虽然对方的年龄有些让他感到惊讶，不过这等级却并未达到要求。心中虽有些失望，不过在纳兰家族当了几十年管家的老人可不会傻到将之表露在脸庞上，当下露出许些温和的笑容，含笑道：这位小兄弟，我是纳兰家族的管家，想必你也是来试试能否医治本家纳兰杰老爷子的吧。萧炎点了点头，没有开口说话，那被冰蚕面皮遮掩了容貌的平凡脸庞显得有些冰冷。萧炎那近乎冷漠的表情让得老人微微愣了愣，这种态度可与别的炼药师有些不同啊。片刻后无奈的道：抱歉小兄弟，我们这次的要求是需要3品或者3品以上的炼药师，你似乎还没有达到要求。等级可不代表一切。萧炎的声音被他压制得略微有些沙哑，平静的语气让得老人眉头微微一皱。瞧得老人那无奈的脸庞，萧炎摇了摇头，从那戒中取出亚妃的举荐信，然后将之递给前者，双手插在袖间，低声道：不要因为你的缘故将你们老爷子最后的一些机会给抹去，等级可不代表一切，丹王古河不也同样未曾将你们老爷子治疗好吗？萧炎的话让得老人脸色微微一变，接过举荐信，瞧得那举荐之人后，不由得有些诧异的抬头看了萧炎一眼，沉吟了半晌后咬了咬牙，闪身让开，对着门口处的那些守卫低喝道：让开。先生您请吧，希望您真的能够治疗我们老爷子，那样的话您将会是我们纳兰家族永远的朋友。对着萧炎微微鞠躬，老人的声音中因为萧炎先前的那番表现竟然是带上了敬语，微微点了点头。萧炎脸庞依然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模样，没有再多少废话，缓缓走进大门，然后消失在众人那有些愕然的视线之中。进入大门，一位俏丽的侍女赶忙从一旁走出，然后对着萧炎柔声说了几句，便是在前面引路。不急不缓地跟在侍女身后，萧炎目光在这豪华的府邸中扫过，高耸大气的建筑物让得他暗中微微点头。抛开其他不说，这纳兰家族的确不愧是加玛帝国3大家族之一，这般才是萧家绝对是望尘莫及。行走在青色碎石铺就而成的小道之上，萧炎眼眸忽然微微虚眯了起来。在他的感应中，自从岳家进入纳兰家族深处，一道道隐晦的目光以及灵魂感知力便是从一些隐蔽的角落中射将而出，将萧炎的一举一动都是收入眼中。不经意间的抬头，目光随意地瞟过一处屋檐之上，那里一些漆黑的影子隐藏在阴暗之中，一道道被涂上了黑色，遮掩了阳光反射的锋利剑尖，正缓缓地在府邸中移动着，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将会让他们在瞬间将攻击送达而至。防御果然很森严。萧炎眉头微皱着，无奈地摇了摇头，抬眼望着那出现在小道尽头处的一座豪华大厅，目光透过虚掩的大门，能够隐隐看见其中似乎站着不少人。缓缓行进大厅，其中传出一些低低的窃窃私语的声音，轻轻地推开门来，大厅中的低声戛然而止，然后一道道目光投向了大门处。当众人的目光瞟着萧炎那胸口处的2品炼药师徽章之后，都不由得一愣，旋即眼中闪过诧异。显然他们都是有些奇怪，为什么一名2品炼药师也有资格进入这里？萧炎的目光缓缓在大厅中扫过，在宽敞的大厅中坐着10来位身着同色袍服的炼药师，在他们的胸口处佩戴着3品炼药师的徽章。不过这些3品炼药师大多都是在中年之龄，其中有2位更是头发花白。没有理会那些诧异的目光，萧炎将缓缓移动的视线停留在了大厅首位的一位中年男子身上。这人并未穿着炼药师长袍，大马金刀地坐在椅上，虎目开合间颇有些不怒自威的气势。视线从中年男子身上移开而过，最后眉头微皱地停在了一旁的那位美丽女子娇躯之上。这个萧炎并不陌生的女人，让得他在心中缓缓地吐了一口气。在中年男子身旁，身着月袍裙袍的纳兰嫣然静静地坐着，美目望着那进门的萧炎，俏脸上同样是闪过诧异。在萧炎目光盯着中年人看时，此人也是将视线停在了他的身上，望着前者那年轻的容貌，微微一愣，旋即站起身来，对着萧炎拱手笑道：“这位小兄弟，在下纳兰家族纳兰素。”纳兰素这名字一入耳，萧炎袖袍中的双手微微一颤，眼角不由自主地跳了跳，目光紧紧地盯着这位颇显豪气的中年人。这人竟然便是纳兰嫣然的父亲，也是那差点变成了萧炎岳父的男人。言萧缓缓压下心中的许些莫名情绪，萧炎声音略微噙着嘶哑的低声道：“米特尔家族的亚菲小姐举荐我过来试试，能否替纳兰老爷子驱毒。”“哦，呵呵，原来是亚菲侄女推荐的呀，请坐。”闻言，纳兰素恍然地点了点头，大笑道。微微点头，萧炎在那一道道略微有些奇异的目光中行到最后的位置，然后安静地坐下。他自然是知道那些奇异目光代表着什么意思，连丹王古河都未能解决的难题，一名2品炼药师能来做什么？坐在椅上，萧炎便是陷入了沉默。不过他却是依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纳兰嫣然的目光似乎在自己身上停留了不短的时间，当下眉头微皱，心中暗道：被认出来了？怎么可能？这人怎给我有些眼熟的感觉？美眸瞥着那坐在角落中的黑衫男子，纳兰嫣然黛眉微蹙，心中低声喃喃道：呵，想必诸位也清楚我们纳兰家族所遇见的问题。家父以前中了那凶名赫赫的烙毒，如今毒性爆发，终于是支撑不住。古河大师来过一次，可却依然是有些束手无策。虽然他说过需要使用异火才能将老爷子体内的毒素驱逐，不过那拥有异火的炼药师实在是太过稀少，想要寻找实在是太过困难，所以只能试试他法。诸位也是加玛帝国内排得上数的炼药大师，各自也有着独特的本事，所以在下想请诸位帮忙试试，看看能否有其他的办法。纳兰素环顾了一圈，声音有些低沉的笑道：废话也不多说，只要诸位能够将老爷子医治好，报酬方面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大手一挥，纳兰素指向对一处偏门，道：老爷子便是在里面，还请诸位一一试试。闻言，大厅内的10来位炼药师对视了一眼，片刻后，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笑眯眯地起身，率先行进偏房。然而10几分钟后，却是摇着头走了出来，坐回椅上，冲着纳兰素讪笑道：抱歉了，纳兰族长，那烙毒实在是太顽固，我配置的10几味解毒丹全都没有效果。听得老者这话，纳兰素与一旁的纳兰嫣然皆是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彼此对视了一眼，苦笑着摇了摇头。在老人之后，10来位炼药师都是接连地进入偏房，不过在过了10几分钟后，皆是尴尬地走了出来。显然，对于那种连古河都束手无策的剧毒，他们也并没那种能力。随着一个个满脸尴尬走出来的炼药师，
纳兰素与纳兰嫣然脸庞上的失望之色越来越浓。当最后一名炼药师从中出来后，心情终于是缓缓地沉了下去。一旁的纳兰嫣然美眸略微有些泛红。大厅中10来位3品炼药师已经没有了先前的那番得意与自傲，尴尬着老脸，保持着沉默。随着众人的沉默，大厅内的气氛也是逐渐地陷入了沉闷。半晌后，纳兰素叹了一口气，勉强地笑道：“多谢诸位了，看来老爷子的确是命有这一劫。虽然失败了，不过待会在下还是会让管家给诸位一份丰富的酬劳。”听着这变相的撵人话语，众人苦笑着摇了摇头，站起身来就欲离开。这种氛围，他们实在没脸收报酬。我试试吧。平淡的话语忽然的从角落中传出，打破了沉默的氛围。年轻的2品炼药师脸色淡漠的举步走出，平静的声音让得大厅内所有人为之侧目。